我不管你是谁，现在请你离开这里。思觉和月月有我这个妻子和妈妈陪着已经够了。你和思觉已经离婚这么久了，你有什么资格让我走？那只是他赌气的行为而已。只要给我时间，我一定可以重新挽回他们的。叶时言，你到底有完没完啊？我跟你离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，不是一时冲动。我跟月月已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与其在这里纠缠，不如赶紧去伺候好那对父女俩吧，好吗？顾思觉同志，你确定要申请跟叶厂长的强制离婚？我确定。顾思觉同志，离婚可不是小事。你是跟叶厂长感情不和，还是夫妻之间有矛盾？要是有矛盾的话，组织是可以从中调和的。调和？上辈子我用了整整一生才看清楚叶诗言这个女人的虚伪，如今重活一世，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。同志，我不用接受调和，我只想尽快离婚。离婚手续办下来需要1个月的时间，那你先回去等着吧。谢谢。重回与叶时言结婚的第7年，我选择结束这段婚姻。人不会突然选择离开，除非他攒够了失望。思觉，你家叶厂长又来信了。这都是第29封了吧？叶厂长对你可真痴情，去外地考察这3个月，情书是一沓一沓的寄，整个厂子里谁不羡慕你们小两口恩爱呀？谢谢啊，王婶，那我先走了。爸爸，月月，哟，思觉哥回来了呀？这算日子，诗言今天也该回来了吧？思觉哥，我今天又收到诗言给我寄的30块钱津贴了。你说他这出去考察也不嫌麻烦，天天给你寄情书，给我寄津贴了，你说是不？多好笑啊！上辈子也是这样，叶时言把虚伪的爱给了我，却把所有关心和钱都给了她好姐妹的丈夫骆云池。我和叶时言从小青梅竹马长大，曾发誓会对彼此忠贞不渝。思觉，我叶时言发誓，这辈子绝对不会辜负你。哈！可这一切却在叶时言的好姐妹离世那刻突然变了。云池，我跟微微生前亲如姐妹，现在她离开了，我答应过她会好好照顾你和晴晴，我会对你们负责到底的。是呀，我如果没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从那天开始，叶时言每个月工资30块，一分不少的全进了骆云池的口袋。他们父女顿顿吃肉，而我和女儿却只能吃糠咽菜。甚至后来，叶时言调任到京城当厂长，跟着他一起去的还是骆云池父女。思觉，怎么了，时言？思觉，这次调任到京城，厂里只允许带2个家属名额。云池家生活条件不如咱们，把他们父女俩留在这我不放心。我先把他们带过去，等在京城安顿好了，我再回来接你们。去了京城以后，他照旧给我写信，字字句句都是对我的爱与思念。
却从没寄回过1分钱，也没提过接我们过去。直到月月得了重病，我带着女儿一路乞讨来到京城。好吧，姐，姐，这包子真好吃，好吃多吃点。就连月月这么小，都已经察觉到叶诗妍身为母亲对待2个孩子的区别。可笑的是，叶诗妍却仍不自知。叶诗妍，你根本不配做月月的母亲。是妈妈、爸爸妈妈想回来看我们了。亚姨，爸爸是亚姨回来啦。诗妍，你回来了。晴晴，云池，这是这个月的津贴跟粮票。还有，最近晴晴长高了不少，旧衣服都穿不上了，我给她买了件新衣服。啊，另外这还有一些生活用品跟零食特产，你都拿着吧。不行，诗妍，这也太多了，还是留给思觉哥和月月吧。不用了，思觉那边我有安排，快拿着。好，谢谢你。亚姨，你真好，如果你是我妈妈就好了。晴晴，别乱叫。亚姨是有家庭的人，怎么能当你妈妈呢？哎呀，这有什么？晴晴，以后没人的时候就叫我妈妈吧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妈妈。晴晴，来，月月，这么久没见了，想妈妈没？怎么了？是不是妈妈出差太久了，你生妈妈的气了？妈妈明天带你去吃好吃的，当做补偿，好不好？叶诗妍，身为月月的母亲，你却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了别人家的孩子，你心中还有月月的存在吗？思觉，我们都这么长时间没见了，你看到我回来，怎么一脸愁眉苦脸不说话呀？因为我对你早已无话可说。你看，你这衣服一直穿，烂了就补，补了又烂的。等下个月布票发了，我给你做几件新衣服去。你们晚饭怎么就吃这个？家里的粮票早就用完了。我回来的时候不是刚……啊，我明天再去供销社买些面粉回来。诗妍，云池，你怎么来了？那个晴晴她冻得睡不着，我想和你们借床被子，可以吗？你怎么不早说？晴晴可不能冻着。不行，叶诗妍，家里的厚棉被只剩1床了。月月昨天晚上也咳嗽了，必须留给她盖。思觉，你别这么小气好不好？月月她从小身子就好，哪像晴晴从小身子就弱，她更需要这床厚被子。哎呀，云池，这床厚被子你们先拿去盖。叶诗妍，谢谢你。这可是我们结婚买的被子，你竟然都舍得拿出去送人？等一下，云池，我还是有些不放心晴晴，我跟你一块过去看看。思觉，我一会儿就回来，快走吧。是。叶诗妍，叶诗妍，别喊了，思觉！我刚才收拾东西，看见叶厂长送云池和青青去医院了，青青也发高烧了，哭得可厉害了。叶诗妍，自己的女儿发烧，你却开车带着别人家的孩子去医院，你果然一如既往的令人失望。怎么就你一位家属？孩子的妈妈呢？妈妈，会交医药费吧？诗妍，这次又让你破费了。
之前我们的事儿已经够让你麻烦了，这次琴琴生病，你不仅整夜陪着她，还让人安排给了她最好的病房，还垫付了全部的医药费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我答应过微微，会好好照顾你们父女的。再说了，晴晴好歹叫我声妈妈，我这么做都是应该的。同志，同志！啊，孩子妈妈有事儿不在，医药费一共多少钱啊？住院加输液一共2块2块钱。医生，这枚金戒指能当医药费吗？月月，对不起，是妈妈不好，你不要生妈妈的气了，好不好？月月，你不是一直想去妈妈工作的地方玩吗？妈妈今天就带你去那里玩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妈妈真的带我去吗？当然是真的，妈妈保证今天只陪你。阿姨，你们是不是要去厂里玩？我要去。秦江，干什么呀？叶阿姨是要带妹妹去呢，你去干什么呀？不，我就要去。叶阿姨上次答应过我的，我就要去。秦江，听话。思觉，要不我们就带上云池和晴晴吧。你决定就好。反正每次2选1的时候，你最后的选择永远都是骆云池父母。快，谢谢叶妈妈。谢谢妈妈。叶厂长，你回来了。这位就是你爱人吧？长得真是一表人才啊！你女儿跟你长得可真像。你胡说什么？后面才是我爱人和女儿。我怎么会这么自然地牵着云池的手？思觉一直不吭声，是不是生气了？思觉，叶厂长，我们检测到有部分数据出现偏差，需要您亲自过去看看。好，我马上就过去。思觉，你们先去办公室坐一会儿，我忙完就回来找你们。去玩吧。月月，慢点。顾思觉，听到别人说我才是饰演的丈夫，你一定很伤心吧？其实那天我在医院见到你们父女了，真可怜，明明自己有老婆，却活得像个官夫一样。哎，顾思觉，你装什么清高呀？明明我们是高中同学，又在同一天结婚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你过得比我好？你老婆漂亮能干，而我年纪轻轻就死了老婆。顾思觉，我告诉你，就算我过不好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你要是喜欢叶诗言，我可以把她让给你，我可以把她让给你。家里的白砂糖都被叶时言拿去送给骆云池了。
哟，顾思觉，你来干什么呀？月月她有点脱水了，需要喝点糖水来补充体力。我家里1粒糖都没有了，所以想问你借点白砂糖。借糖？好啊，等一会儿。拿走。顾思觉，我就是喂狗吃，我都不会给你。王八蛋！哦，顾思觉，你干什么？云池，你没事吧？诗言，我没事儿，我就是看月月有些缺水，想给思觉哥拿一些糖，但是思觉哥好像还在怪我和晴晴，就把糖罐子直接给砸了。我不怪他，就是可惜了这些白糖了。顾思觉，你最近是怎么了？孩子做错事情就要受到惩罚，这不是我们一直的教育方式吗？你怎么能把这一切都怪到云石和晴晴身上呢？他们毕竟是无辜的。是，他们是无辜的，我是坏人，我罪无可证，行了吗？思觉，对不起，我刚刚是不小心的，我现在马上给你别碰我！思觉，诗言，思觉。爸爸，阿姨怎么走了？晴晴，你想不想让叶阿姨永远都属于我们？想。好。思觉，月月上学的事情我托关系办好了，不过今年名额紧张，可能得先让晴晴去上学。行啊，月月，爸爸给你把书包缝好了。爸爸太好了。思觉，昨天你救了溺水的那个女人是台长女儿，刚才台长过来感谢，说台里正好缺个播音员，想让你去。我心想，你和月月毕竟有我照顾着，不缺吃穿，不如这份工作。让洛英迟去吧。你知道我要说什么？反正我去了也没用，让给他吧。思觉，思觉怎么变了？以前为了月月能上学，思觉能红着眼眶跟我吵好几天架，为了工作的事，他也绝不会妥协。怎么现在突然对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了？一定是因为之前让月月救晴晴的事，思觉生气了。不过我们夫妻感情深，我多哄哄他，肯定就好了。思觉，你看我给你和月月买了什么？诗言，觉哥，云池，你怎么来了？觉哥，云池，你，我求你了，让诗言给我生个孩子吧。云池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只是答应微微要照顾你跟晴晴，但我是有家室的人，你怎么能让我给你生孩子？是呀，晴晴的白血病
是月月救的，医生说随时可能复发，我爸妈不放心，非逼着我再生一个孩子留脐带血。师言，思觉哥，求求你，帮帮我好不好？请问是顾思觉同志吗？您的离婚证办下来了。离婚证？思觉，你要和我离婚？请问是顾思觉同志吗？您的我是顾思觉。谢谢。思觉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没什么。师言，云池，有什么事站起来再说。师言，我和薇薇就仅仅这一个孩子，如果他有什么闪失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。你先站起来。好啊，那就生吧。思觉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怎么能让我给别人生孩子呢？我当然知道，但他不是你好闺蜜的丈夫吗？你也承诺过会照顾他们父女一辈子，你怎么忍心看他们发生这样的事情？是呀，我保证，等孩子生下来，我和姐姐带着他立刻远走高飞，绝不打扰你。上辈子也是这样，尽管在我的极力反对下，叶诗言拒绝为洛云池生孩子，可后来为了弥补洛云池，还是带着他和晴晴去了京城，把我和月月留在乡下。这辈子我连叶诗言都不要了，生个孩子又算什么？今晚就同房。思觉，我去给你们收拾房间。思觉，我们会白头到老的，我会永远爱你。诗言，诗言，叶诗言，我们已经离婚，现在不管你做什么，都已经与我无关了。1周后的火车就会开动，我会带着月月永远离开南城。哟，顾思觉，你来干什么呀？哎，是不看你老婆被我睡了7天，终于忍不住了。不过你也别着急，诗言呢，已经成功的怀上了我的孩子，洗个澡就回去了。我是来跟你谈个交易的，我把叶诗言让给你，要不要？你说什么？很简单，你给我500块钱，这个家以及这个女人，以后都是你。顾思觉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疯了吧你？行了，你别说废话了。我已经申请了强制离婚，只要你给我一笔钱，我就把叶诗言让给你，并且带着月月走得远远的，永远都不会回来。你只需要告诉我，换还是不换？不换的话，我就找别人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换。顾思觉，这是400块钱，等等。这是90块，这是我全部的积蓄了，我可以都给你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你如果走了，就再也不要回来了。你放心，以后就算是你求我，我也不会回来的。穿上这件衣服去我家，帮我拖延一点时间。哦，哎，不过你真舍得吗？
太好了，诗言马上就是我的了。月月，我们走吧。妈妈再也不见。不是妈妈，是阿姨。走吧。月月，先去外面等爸爸好吗？去吧。惭愧让你呆滞，像雕塑一样。叶诗言，我们此生不复相见。思觉，我回来了，我终于完成任务，怀孕了。思觉，我好想你啊！你知不知道，这段时间和云池在床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。如果不是为了微微，我根本不会让陆云池碰我一下。你怎么不说话，思觉？你知不知道，当我听到你忍心把我推给别人，我有多伤心？不过你放心，我给云池生孩子，只是为了完成对微微的承诺。我爱的，自始至终只有你一个人。你闻，我回来之前还特地洗了澡，把它在我身上的味道都洗掉了。思觉，我们都好久没见了，让我亲亲你吧。思觉，转过来，亲我。陆云池，怎么是你？怎么是你？诗言，你怎么穿着思觉的衣服，还躺在我们的床上？思觉呢？诗言，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知道，你一定是在骗我，对不对？你对我还是有感觉的。云池，我肚子里还怀了你的孩子，今天真的有些累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叶诗言，顾思觉都走了，你凭什么还想着他？你只能是我的，我绝不允许你还爱着顾思觉。诗言，可是孩子也需要父亲的陪伴呀，难道你不希望我多陪伴你们吗？诗言，别拒绝我，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感觉的。不行，我们不能这样做。思觉，我要去找思觉。顾思觉，月月和思觉到底去哪儿？这种天，要是遇到危险该怎么办？诗言，你要去哪儿呀？云池，你放手！我不，除非你留下来陪我。云池，我们说好的，只要我怀了孩子，我们就再无关系。而且这个孩子，我也会记在微微名下。作为微微的好姐妹，我也只会给孩子提供一些补助而已。而且我说过，我爱的人始终只有思觉一个人。我已经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情了，不能再做第二次了。你放手，放手！诗言，今天要是敢出这个门，你信不信我和你同归于尽？云池，你疯了！是，
我是疯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从我见你的第一天起，我就已经爱上你了。什么？什么？明明应该娶你的人是我，就是因为当时你还不是厂长，反而觉得微微的家境好，所以才让我娶了微微。现在微微不在了，难道不是老天撮合我们两个人要在一起吗？洛云池，你是我最好姐妹的丈夫，我们怎么能做这么荒唐的事呢？你快把剪刀放下，放下！荒唐！我睡了你那么多次，现在你还怀了我的孩子，你现在想起来我是你好姐妹的丈夫了？叶诗妍，你照顾我和青青那么久，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别的心思？从未有过。照顾你们父女，从来都只是为了微微。至于这个孩子，也只是因为晴晴是微微留下的唯一念想。我只想让晴晴健康长大。除了这一点，我对你没有一点别的心思。我爱的人，始终只有思觉一个人。又他妈是顾思觉啊！你诗妍，就算你爱顾思觉又怎么样？从你答应给我怀孩子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就回不了头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可由不得你了。啊！你们在做什么？妈，没想到这两人居然偷摸在一起，真是伤风败俗。你们误会了，我跟云池没什么的。爸爸，还说没什么？诗妍，现在可有这么多人看着呢。要不是晴晴告诉我说云池来了，进屋后就一直没出来，我还不知道你们在一起。太好了，刚走了个儿媳，没想到老天爷又送来了一个身份更尊贵的儿媳。叶诗妍现在可是厂长，哎呀，要是她能嫁到我们骆家来，我们骆家可就飞黄腾达了。幸好我提前做了准备，让晴晴去叫人来。洛神，你真的误会了，我跟云池真的没……还是我来跟大家解释吧。自从微微离开以后，诗妍就一直照顾我和晴晴，所以我们两个人就情不自禁的在一起了。现在诗妍也怀了我的宝宝。在此，我也想在座的各位做一个见证，我一定会担负起男人的责任，照顾好诗妍。什么？竟然都有孩子了？你算计我！叶诗妍，谁让你心里只有顾思觉？我只能把这段不堪的关系爆出来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成为新的厂长丈夫。诗妍，你看，你既然怀上了我们的孩子，反正云池也是单身，不如就嫁给我们云池吧。是啊，都怀上孩子了，肯定得嫁给云池呀。就是，要不然这孩子不就成私生子了吗？不行，我已经结婚有孩子了，我喜欢的人是思觉，我不可能和他离婚嫁给别人。那你还跟云池在一起，现在说自己有家庭有孩子，是不是太晚了？就是，诗妍，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哪还有两全其美的呀？啊，我看呀，你干脆跟思觉离婚吧。啊，他是个好男人，反正不愁娶媳妇儿嘛。不可能，我是绝对不可能和思觉离婚的，更不允许他娶别的女人。思觉爱的人只能是我，谁都不能把我们分开。奶奶，那是什么啊？离婚证。哎呀，诗妍，你口口声声说不离婚，结果离婚证都下来了。什么？什么离婚证？谁要离婚？还能有谁？当然是你跟思觉的呀。
嘿，也是巧了，你这边刚怀上若家的孩子，那头思觉就跟你离婚了。我看呀，你跟云池才是天生的一对儿。太好了，算顾思觉识趣，这下誓言指明是我的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思觉那么爱我，怎么可能会舍得和我离婚呢？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怪不得思觉没在，原来两人早就离婚了。哎，这离婚证都下来了，至少办理得1个月吧。怪不得当时思觉甚至都没有反驳。还有后来，思觉，月月上学的事情我托关系办好了，不过今年名额紧张，可能得先让晴晴去上学。行啊。思觉，昨天你救了溺水的那个女人是台长女儿，刚才台长过来感谢，说台里正好缺个播音员，想让你去。我心想，你和月月毕竟有我照顾着，不缺吃穿，不如这份工作。让洛云池去吧。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？反正我去了也没用，让给他吧。对月月上学的事，对工作的事，他都不争不抢，甚至我给别的男人生孩子，他都同意了。原来他早就对我彻底失望，计划好要离开我。诗言，诗言，别，诗言，思觉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，思觉，小叶，老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小叶啊，是厂里让我来的。你知不知道，最近因为你跟云池的事，厂里也被人指指点点。本来吧，以你这些年在厂里做出的成绩，调往京城总部那是板上钉钉的事。可你怎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为这种小事犯糊涂呢？老师，您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妥善处理，不会给厂里添麻烦的。可由不得你了。你们在做什么？还是我来跟大家解释吧。自从微微离开以后，诗言就一直照顾我和晴晴，所以我们两个人就情不自禁的在一起了。现在诗言也怀了我的宝宝，在此我也想在座的各位做一个见证，我一定会担负起男人的责任，照顾好诗言。微微，我曾经答应过你要照顾好陆云池，可他却颠倒黑白，竟敢算计我。这一次，我恐怕不能再履行当初的承诺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晴晴是个好孩子，我不会亏待她的。
爸爸，亚姨真的会做我妈妈吗？当然会了。你阿姨怀了我的孩子，她只能做你妈妈。不过，如果她真的不愿意，晴晴就再装一次病。装病，像上次装白血病一样。没错。原来上次晴晴得白血病是装的。晴晴，你姨阿姨最在乎你了。上次你只是装了个病，她就不由分说让自己亲生女儿沾骨髓。我早该发现不对的。当时晴晴装白血病的话漏洞百出，我早该想到的。思觉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相信你。月月，是妈妈对不起。告诉你，晴晴再装一个慢性病，让你姨阿姨一直照顾她，这样她就永远属于我们了。誓言，誓言，誓言，你听我解释。你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洛云池，我之前一直觉得你可怜，所以才格外照顾你。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恶毒，敢一次次的算计我，甚至还伤害我的丈夫和女儿。是啊，我知道错了。我就是因为太爱你了，所以才这样做的。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。滚吧！诗言，你千万不要冲动，你还怀了我的孩子，动胎气就不好了。诗言，孩子不过是个孽种而已，我的孩子只有月月一个。我要早知道你这么恶毒，我绝对不会让你碰我一根手指头。儿子，你怎么伤了？谁能伤你都别动！誓言，你干什么？没看见莹池摔了吗？还不赶紧送医院呀！他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，根本不配去医院。誓言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有话好好说嘛！既然街坊邻居都到了，那有些事我不如今天就说开了，也给大家交代清楚。不，誓言，求求你不要说出去。我一直履行对微微的承诺，一次次帮衬洛云池父女，可我没想到他竟然让晴晴装白血病，逼着我让月月去救晴晴。啊，还有这回事呀！真看不出来，没想到云池这个心思这么恶毒。至于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也根本不是像他说的那样，是他说害怕晴晴白血病复发，所以让我生一个孩子留脐带血，甚至后来以死相逼。我没有办法，只能和他上床。但我没想到他竟然这么贪得无厌，为了逼我嫁给他，竟然敢颠倒黑白，闹得人尽皆知。我们都被洛云池这小子给骗了，没想到这小子从头到尾都是在利用我们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！亏我觉得他还老实。你们胡说！我儿子一向心地善良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儿呢？是不是胡说？去医院检查一下晴晴是否得白血病，一切就都清楚了。不能做检查。誓言，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，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啊！再说你还怀着我们洛家的孩子，你总得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吧？不如你们把从前的事儿忘了啊，重新开始，怎么样？哎，我保证啊，只要你嫁到洛家，我肯定像对待亲女儿一样的对待。你到现在还在做梦呢？我是绝对不可能嫁给洛云池的，这个孩子我也不会养。洛云池，你我的情分就到这里。之前我在你和晴晴身上付出的一切，
我会全部收回。你以后是死是活，跟我没有半点关系。不，诗言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我眼看着就要摆脱官复的困境，日子越过越好了，我不能回到以前呀。诗言，诗言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我知道我错了，哪怕你对我没有一丝的感情，你看在微微的份上，不要这么狠心好不好？微微，哦，你还好意思拿微微求情？要是微微知道她爱了10多年的男人，竟然是一个心思歹毒、贪得无厌、耐不住寂寞去勾引自己好姐妹的人，她瞎了眼才会看上你。夕颜，你非要这么狠心吗？我们好歹做过7天的床上夫妻，你就这样对我吗？你忍心看我一贫如洗吗？如果不是微微的原因，你现在已经被我送进去。原来，从一开始你对我的照顾，就是因为对微微的承诺，觉得我可怜才这么做的，对吧？我从始至终就没有得到过你，都是我在自以为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一直比不过的顾思觉，哪怕他主动退出，我还是得不到我想要的？诗言，这些天，你真的没有过对我一点点的喜欢吗？我爱的人只有思觉一个。你的处分下来了，虽然你把孩子打掉了，但你跟骆云池的事儿闹得太大，况且之前你还让人把思觉关在这里，往大了说就是滥用职权。上面决定收回你所有的职位和权利。老师，其他事情我都忍，但我把思觉关在这里，是为了不让他插手教育孩子，我没有滥用职权。教育孩子？你指的是机密数据被撕毁那件事儿？对，月月犯了这么大的错，我作为孩子的妈妈，难道不该教育他吗？月月那孩子我也见过几次，他那么听话，怎么可能会做出那种事儿？你查都不查，就胡乱给孩子定罪，哪有你这样当母亲的？可，就算月月平时听话，可她当时跟晴晴在一起，也有可能争强好胜，把文件撕坏了。你还真是执迷不悟。看看这个，工作人员已经修复了那份文件，并且利用最新引进的指纹提取技术，成功提取到几枚指纹。经过对比，跟洛晴的指纹一模一样。什么？原来文件是被晴晴撕坏的。我不仅误会了月月，我还让她在冷风中罚站。你呀你，自己老公和月月说的话你一句不信，洛云池父女随口撒的谎你却深信不疑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我错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月月，妈妈真的错了。现在知道难过了，人在你面前的时候不知道珍惜，现在思觉和月月都走了，你却装出这副模样，给谁看呢？思觉就是让你逼走的，你这种拎不清的糊涂鬼，还能忍你到现在，有多不容易？老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老师，您人脉广，您知不知道思觉带着月月去了哪里？不知道，也没有人知道。思觉铁了心要走，他怎么可能让别人知道他去了哪里？不，一定会找到的。就算找遍全国，我也一定要把思觉和月月找回来。
那这个给你。哎呦，谢谢啊。这有什么好谢的？对了，思觉，你把我的铺子租下来，又采购了这么多布料，是打算做什么呀？啊，我打算做一个私人定制。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。现在上面派了文件，允许羊城先开放，让个体户自己开店创业。而且现在羊城很多的海港都开通了国外的贸易，新款的裙子渐渐都开始流行起来了。你要是有这方面的手艺的话，那倒是可以运用起来。对，我就是听到了这个风声，所以才带月月来羊城的。没想到你还有这方面的手艺啊！以前我跟一位老裁缝学过一些。是你以前生活的地方吗？我就是好奇问一下，因为你一个人带着孩子跑这么老远来讨生活，老家那边家里应该挺担心你的吧？我在老家已经没有亲人了。那孩子妈妈呢？我已经离婚了。以前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，我现在只想把月月照顾好，把她好好的抚养长大。这些天多谢你帮我，不仅把店铺这么便宜的租给我，还帮我照顾月月。客气什么呀，我挺喜欢月月的。再说了，你一个大男人照顾孩子也挺辛苦的。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，要是有什么困难的话，随时都可以来找我。眼下我还真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梁小姐，请问你明天有空吗？有啊，怎么了？我觉得你眼界宽，所以想请你明天陪我去一趟港口贸易市场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款式。我想进一些货过来卖。可以啊，那明天见。好，那明天见。明天见。这羊城与国际接轨了，就是不一样哈。贸易市场的衣服款式，看都是眼花缭乱的。梁小姐，今天呢辛苦你了。这有什么辛苦的？我可是练过的。哦，行，练过的。梁小姐，那你先休息一下，来，梁小姐，你坐。一会儿啊，我先去接月月放学，等到回来之后呢，我请你下馆子。下馆子？来喝水。梁小姐，这段时间呢，你没少帮我的忙，月月能上学也是你托人找的关系，所以不管怎么着，我也得请你吃顿饭，表示感谢嘛。行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好。还有啊，思觉，你以后叫我星月就好了。星月？我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，不如我陪你一起去接月月吧。诗言，那个月月好几天都没见到你了，你这几天也放假，不如跟我一起去接月月放学好吗？下次吧，我答应了云池，今天要陪晴晴去游乐园。你也知道，晴晴1岁就没了妈妈，她更需要我。是。愣什么呢？没什么，那我们走。爸爸，我想上厕所。我带月月去吧。好，那麻烦你了啊。你说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居然还有人登报寻找丈夫跟女儿，说什么找到以后有重金感谢。该说不说，这登报的人还蛮有钱，
这找人的报纸都从南城传到我们这边来了。寻夫启事？难道是叶诗言？怎么可能呢？说不定他现在已经跟洛云池结婚了，又怎么可能来找我和月月啊？思觉，思觉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事儿，想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。走吧，我们去吃饭。今天今天新月是最大的主角，全城的饭馆随你挑。这么大方，那我可要狠狠宰你一笔了。月月，怕不怕梁阿姨把你爸爸吃穷了？梁阿姨才不会呢，梁阿姨这么漂亮，身材这么好，吃不了多少的。你个小机灵鬼，真会说话。那我们走吧。好耶！好。思觉，思觉，思觉，真的是你！我找了你整整3个月，终于又看到你和月月了。思觉，你是谁啊？你要干什么？什么情况？思觉一向不喜欢与陌生女人接触，这个人竟然主动挡在他前面，也不会被思觉反感。一定是我想多了。思觉说过，永远都只会爱我一个人。我是思觉的老婆，你又是谁？老婆？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思觉已经离婚了，他哪来的老婆？这位同志，我的确已经离婚了。如果你再进行对我造谣，我会举报你的。思觉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是你的妻子呀！妻子？我哪来的妻子啊？我的妻子早就死了，死在她开始偏向别的男人，死在她上一世丢下我和女儿的时候。思觉，你可是我第一眼就喜欢上的人，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你怎么会不认我呢？爸爸，怎么了，月月？我今天不是故意喊梁阿姨妈妈的，只是当时晴晴喊她妈妈的时候，她答应了，对吗？月月还小，需要一个母亲的角色来参与她的生活。只是我在阳城还没有站稳脚跟，给她找妈妈的事情也一直在往后推。而梁新月确实对月月很好，或许没关系的，月月，说不定哪天梁阿姨就真的成了你的妈妈呢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乖，快睡觉吧啊。新月，今天谢谢你帮我跟月月解围啊，只是月月叫你妈妈的事情，只不过是小孩子的口不择言罢了，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啊。我没关系的。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月月想喊我什么都可以。其实就是月月妈妈对她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宁愿月月没有这个妈妈。你能跟我讲一些你们的过往吗？主要是我能看得出来，你和月月都不想被他多纠缠。我要是多知道一些事情的话，也许还能帮你们想点办法赶他走呢。你要是不方便说的话就算了。其实也没关系的，既然你想听，那我就跟你讲讲。我跟月月妈妈呢，其实算是一见钟情。那个时候，
他一次次偏袒那对父女，一次次打着爱的名义，做的全部都是伤害我和我女儿的事情。所以我就跟他提出了离婚，带着女儿来到了阳城。有时候我就在想，到底是不是我自己做错了呀？如果在他第一次偏袒那对父女的时候，我就跟他离婚，那月月是不是就不会被伤得那么深了？上辈子月月也就不会病死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了。思觉，不怪你的，都是他的错，你千万不要因为他而自责。而且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会拥有一个新的人生，也会遇见那个对的人。那个星月，夜很深了，要不然你回去休息吧。这儿还有间空房，我今天就在这睡了。毕竟他已经误会我们的关系了，我想着不如将错就错，这样也能帮你们摆脱他的纠缠，对吧？阿姨，太好了！今天梁阿姨也跟着我们一起去游乐园玩。月月开心吗？开心。我们走吧。思觉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思觉，昨天你和月月那么对我，一定是在赌气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们生我的气，但是我可以解释的。你们也不用为了气我，随便找一个女人来做戏。要是被别人说闲话该怎么办？这位小姐，请你嘴巴放干净一点。我和思觉没有你想的那么龌龊。我龌龊？你要是真的为了思觉和月月好，就不该晚上住在这里。够了，够了，叶诗言，不管我现在做什么，都跟你没有半点关系。思觉，你叫我的名字了，你终于肯认我了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我不管你是谁，现在请你离开这里。思觉和月月有我这个妻子和妈妈陪着已经够了。你和思觉已经离婚这么久了，你有什么资格让我走？那只是他赌气的行为而已。只要给我时间，我一定可以重新挽回他们的。叶诗言，你到底有完没完啊？我跟你离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，不是一时冲动。我跟月月已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与其在这里纠缠，不如赶紧去伺候好那对父女俩吧，好吗？不，我不走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，除非你们一起跟我回南城。我永远不会跟你回去的。思觉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但这一切都是个误会。是洛云池，都是因为他骗了我，所以我才会做出伤害你和月月的事情。现在我已经看清了他们父女的真面目，并且打掉了孩子，把他们送回了乡下。思觉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他们父女俩为了得到你的所作所为，固然可恶，但是叶诗言，你难道就没有一点错吗？你把你的工资每个月一分不剩的全部给骆云池他们父女俩，他们在吃肉穿新衣服的时候，我和月月只能吃糠咽菜，穿的是快要洗烂的破衣服，这些你看到了吗？每次出差回来，你都要先去隔壁一趟，把所有好吃的好玩的全部给他们。你的亲生女儿月月连一整块完整的糖果都没有，只能偷偷的看着晴晴咽口水，这些你发现了吗？你把家里仅剩的一床厚棉被抱到隔壁骆云池家里面去，任由你的亲生女儿冻到发烧住院，你还在照顾他们家的女儿，你不觉得月月更需要你的照顾吗？思觉，你发现了，你也看见了，
你也知道月月更需要你的照顾，只是在你的心里，我和月月根本不如他们父女俩，根本不如他们父女俩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还有那次晴晴装白血病，以及污蔑月月撕毁文件，以你的能力可以很快的查出真相，但是你呢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强迫月月这么小的岁数去救人，逼她在冷风中罚站。我想问你一下，月月在你的心里到底是什么呀？你真的在意过她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思觉，你听我解释。你好了，你什么都不用跟我解释了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我请你赶快离开这里，不要打扰我带月月去游乐场，好吗？思觉，月月，之前是我疏忽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可我一点也不想失去你们，我一定会挽回你们的。来，你帮他梳一下头发。来，咱们给他梳头发。搞定了。月月自己出去玩一会儿啊。思觉，别难过了。我不是难过，我就是怕月月受到伤害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家月月以前是很快乐的，其实我和她的家境都算不错，以前的每一个月都会带月月来一次游乐园，所以这一天成为了月月每一个月最期待的一天。但自从她开始照顾那对父女开始，月月就再也没有来过一次。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的，明明可以两个孩子一起来玩的，但就因为别人家的孩子一句不想，他就一次次对月月撒谎，说下一次，下一次，直到我们离婚，月月再也没有去过游乐园。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，他都是嘴上说说而已，不管是对我还是对月月，从来都没有兑现过。好了，都过去了，以后我陪着你们，我们每周都可以带月月出去玩。叶诗言，你能别再纠缠了吗？其实我给过你机会的，那次你出差回来，我跟月月打了个赌，只要你先回我们的家，月月就会继续喊你妈妈，反之她就不要你了。原来我之前是有过机会的，所以是你先不要月月的，现在也不要怪月月不要你了。命运的战斗，悲欢离合都是刹那，人像雪花一月月，样飞我们去看电影吧，走了。世间的苦啊，要离散雨要下，世间的天啊，走多远都记得回家。思觉，我不会放弃的。月月，月月，起这么早还没吃饭吧？来，妈妈给你带了海鲜粥，快趁热喝。不要。月月已经吃过了，是新月起了一大早，特地给她做的营养早餐。还有，
海鲜粥是晴晴的最爱，月月对海鲜过敏。过敏？月月之前差点因为吃海鲜失去生命，我竟然连这么重要的事情都忘了。叶诗言啊，叶诗言，这些年你对自己的女儿到底疏忽到了什么程度？月月，我们走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忘了。月月，月月，你就原谅妈妈这一次好不好？不要，我要去上学了。妈妈，送我上学吧。好，妈妈这就送你去学校，走。思觉，叶诗言，你怎么又来了呀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思觉，我就是想弥补一下月月，难道这也不可以吗？弥补？你告诉我怎么弥补？是把当初撕碎文件的晴晴抓回来，也让她在冷风中罚站1天1夜，还是把月月抽掉的骨髓重新找回来呀？啊？你现在如果想为了月月好，就永远不要出现在她的面前，这就是对她最大的弥补。爸爸，我和妈妈准备好了，我们出发吧。月月，好，我们出发吧。等一下，你们要去哪？我要和爸爸妈妈去游园会，阿姨，你也要去吗？去游园会？我去，我也一起去。哎，同志，你是哪个孩子的妈妈？哦，我是顾希月的妈妈，我叫叶诗言。月月？不对呀，名单上明明写着月月的妈妈是梁心月。你到底是谁？敢冒充家长，我报警了。我没有冒充，我真的是月月的妈妈，只不过最近跟他爸离了婚，这次是专门从别的城市过来，就是为了看看孩子的。那也不能进，园里有规定，一个孩子只能带一对父母。你先到那边待着吧。下一位。三月昨日仍有温度蒙尘的心事，恍恍惚惚已经何时。思觉，我已经请好假了，明天我们一起去月月幼儿园的庆祝活动。太好了！听着心一锁。曾经我也是这样陪着月月，我们一家一起参加亲子活动的，可我却亲手断送了这样的机会。请小朋友们都过来，请小朋友们到那个位置，为自己的妈妈摘取爱心卡片儿。月月，你慢点，月月，小心啊！月月这么努力，一定是为了摘礼物送给我，我就知道月月心里还是有我的。月月，妈妈在这儿呢，你是要把礼物送给妈妈吗？妈妈，我把你的礼物摘下来了。谢谢月月。原来她努力摘到的礼物不是送给我的。不好，快要倒了，快跑！妈妈，我求求你快点醒来好不好？你千万别睡啊，好吗？是思觉和月月，他们在喊我。果然，他们还是关心我的。
新月，我求你了，你千万别睡啊，新月。妈妈，我求求你快点醒来好不好？请问你们是梁新月女士的家属吗？病人情况不容乐观，必须立马签字做手术。这段时间，新月是真的把月月当成了亲生女儿对待，况且她这次受了这么严重的伤，也是因为救月月。我不能再逃避了。是，我是新月的家属，我来签字。同志，你也需要手术，你有没有家属来签字？我没有家属，我可以自己签字吗？可以。糟了，陈医生，医院现有的麻药剂量只够1个人使用，如果从其他医院抽调，整个流程办下来至少3个小时，来不及了。什么？医生，我求你了，能不能先把麻药给新月用？她受的伤太严重了，如果不用麻药的话，肯定是熬不过去的。医生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把麻药先给新月用好吗？原来看着自己的心爱之人毫无顾忌的偏袒别人，心会是这么痛。可为什么我以前就是察觉不到呢？同志，不是我们不想给孩子妈妈用，但现在有2个病人，这……思觉，你是来关心我的，对不对？思觉，你是来关心我的，对不对？聂诗言，我求你了，把麻药先让给新月好吗？你不是来关心我的，你来求我，是为了让我把麻药让给别的女人。思觉，你那么骄傲的一个人，你这么多年都没有求过我，如今你为了一个认识不久的女人求我，你就这么在意她吗？是。那我呢？你觉得呢，叶诗言？我之所以离开你，不仅是因为你偏心对别的男人和女儿好，更是因为你为了别人一家的生活，对自己家庭一家人的生活置之不管。我不想跟你这种人过日子，时间紧迫。如果你不愿意把麻药让出来，我再去想其他的办法，我不会逼你的。给他用吧，我在外面考察什么苦没吃过，这点疼痛不算什么。不过思觉，我把麻药让给他，是因为他救下了月月，我还是不会放弃挽回你们的。多谢。医生，麻烦尽快手术吧，谢谢了。手术很顺利，所幸梁新月同志没有伤到要害，休养1周就可以出院了。谢谢啊，谢谢大夫。新月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药液凉不凉？我帮你捂热。身体不舒服了就赶紧请假休息。你看看你，拖到现在生了病，以后不许这么拼命了，听到了吗？这不是有你照顾我呢吗？思觉，你就是我最大的底气。你呀你，快来。这种幸福，这种无微不至，原本都是属于我的。思觉，啊，你说，来，慢点。啊，其实被砸中昏迷的那一刻，我真的很害怕，但我不是怕死，我是怕再也见不到你跟月月了。如果有一些话一直藏在心里不说的话，我真的会遗憾的。所以，我想勇敢一次。思觉，月月，你们愿意让我和你们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吗？不要！
思觉，你别答应他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你是我的，我没有办法接受你和其他的女人在一起。月月，我才是妈妈呀，你难道真的不要妈妈了吗？啊，月月。叶诗言，有些话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再无挂钩。不管我跟谁组建家庭，都与你无关。心月，我愿意。月月也愿意。思觉，真的是你，思觉，你是不是原谅我了？我就知道你是不会抛弃我的。诗言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？好，我们重新在一起。思觉，这一次你再也不要离开我了。诗言，你清醒一点，你看清楚我到底是谁。思觉，我求求你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谢诗言，陆云池，怎么是你？诗言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了。自从我和晴晴去了乡下，我每天都在打工，在干活，但凡有一点干得不好，老板他就会打我。诗言，你看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我都快已经活不下去了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落到今天这个下场，都是你罪有应得的。不，我明明可以过得更好的。顾思觉他已经跟你离婚了，我也没有老婆，为什么你不愿意选择多看我一眼，和我重新在一起呢？跟你在一起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哪一样能比得上思觉？洛云池，我之前对你的所有好都是因为薇薇，我这次来阳城就是为了挽回思觉，跟他重新做回夫妻。这辈子除了思觉，任何人我都不认。叶诗言，你知道吗？自从你搬到阳城，我这一路乞讨过来，我都已经打探清楚了，顾思觉已经有了新的女人，还是你们当地大亨的千金。顾西月也认了她当新妈妈，他们已经不要你了，你和顾思觉完全已经没有可能了。没有可能了吗？我能感觉到思觉和月月对我决绝的态度，可是我真的不甘心。叶诗言，在顾思觉心里，你已经不值得他爱了。除了我，没有人会愿意为了你这样的女人回头。够了！叶诗言，你干什么呀？我的手好痛啊！这一切都是你的错。你如果能安分一点，我可以让你和晴晴过上好日子。可你错就错在太贪心，你什么都想要。我只怪自己没有早点看清楚你的真面目，才会和思觉走到如今这样的地步。我贪心，我贪得无厌，是我让你们走到这个地步。我承认，我让你给我生孩子，是我贪得无厌。可你呢？你区别对待我和顾思觉，你把工资、好吃的好用的都给了我和秦妾，让顾思觉父女吃不饱穿不暖，也是我的错吧？叶诗言，你清醒一点吧。顾思觉和你离婚从来都不是突然的选择，而是积累够了一点又一点的失望。你对我和秦妾的每一次偏心，都变成了他经济不赢和你离婚的理由。你和顾思觉不
你给我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叶诗妍，我可以走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就算我死了，你和古思觉也不可能了。思觉，慢点儿。总算要出院了，再在这待上几天，闷都要闷死。思觉，我们结婚吧。思觉，心月，陆云池已经伏法了，绑架勒索加上之前骗叶诗妍生孩子，数罪并罚，这辈子都很难再出来了。还有，叶诗妍已经回南城了，这1万块钱是他留给你跟月月的。心月，下个月9号，我看是个好日子，要不然咱们在那天把婚礼举行了吧？好啊。思觉，从那个女人在陆云池手中救下月月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我永远失去你们了。我知道我这些年做了太多的错事，我不敢祈求你们原谅，但我已经病入膏肓，没几天能活了。我想求求你，最后让我再看你和月月一眼，哪怕是给我寄来一张照片也可以，好不好？老公，爸爸，吃饭了。吃饭了。来了。